免费白嫖保时捷 GT3 Cup 赛车是怎样一种神仙体验？ 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前段时间我受邀去宁波参加领克 Cup 统规赛，当时我的比赛结束之后，同场还有一场 GTSC 比赛，也就是 GT Sprint Challenge 冲刺挑战赛。这个比赛呢，跑的都是几百万一台的大 GT， 但凡撞一下，一套房就没了。我闲来没事呢，就四处去他们 P 房瞎溜达，恰好就逛到了北京610车队，跟610车队的职业车手杨小伟闲聊上了。结果您猜怎么着？嘿，杨小伟说的高兴之处，居然说只要我第二天不离开宁波，就送我一节保时捷992 GT3 Cup 的练习。家人们谁懂啊？一节 GT3 Cup 练习正常收费起码15000到2万不等哎，朋友，我当时都懵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客气话还是认真的。不过这都并不重要，因为我当真了，我推掉了第二天所有的事儿，哎，于是我就真的白嫖到了梦寐以求的保时捷992 GT3 Cup 赛车。这是我第一次开保时捷992 GT3 Cup， 虽然我之前在纽北开过了保时捷992 GT3 RS， 但是那台车再快也只是一台民用的街车，而今天我开的这台992 GT3 Cup， 这是纯纯的场队赛车。 4.0升9千转自吸序列式波箱，前桥双叉臂，前后大宽体。虽然最大马力只有510匹，但是它全车拆空，底盘硬连接，配上大尾翼光头胎，整车重量只有1260公斤，比原厂的86还轻。就光这推重比，民用街车跟它就完全不在一个次元了。在 GT 赛车组别规划里，自从 GTE 组别被淘汰之后， GT 赛车从快到慢一共就只剩下了3个组别，分别是 GT3、GTC 跟 GT4。 我今天要开的这台992 GT3 Cup 就属于 GTC 组别，它的尾速甚至比保时捷纯种 GT3 赛车还要高，只是空力套件差点，加力不够，所以圈速整体还是要比 GT3 慢点，但慢的也不多。以宁波赛道为例，它比 GT3 大概也就只慢了3秒左右，等于我刚把200多匹的小马力前驱车稍微开出一点点心得，转身就直接跳级来到了500多匹的美妙新世界，开全世界组别第2快的 GTC 赛车。挑战虽然有点大，但所谓富贵险中求，如果我能把这车开明白了，那我车差不多也就玩到头了。罗开罗和谐车队296 GT3 的车手席位，他也不好意思做了，不是吗？对吧？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GT 说白了不就是马力大一点的86吗？叶红利、罗开罗他们能把 GT 开快，我为什么不能？大家都是两手两脚，我就不信他们有3头6臂。不过当我看到合同里车损条款的时候，我决定打消我这个大胆的想法。那个不是我在帮堂主吹牛啊，这个车损超过撞的厉害，车损超过50%，你就得花230万把这车给买走。在哪儿啊？在这，230万。230万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大钱，但是主要吧，这个争强好胜总归不是什么好事儿。哎，人啊不要有跟人斗的心，咱只跟自己比就行。好了，家人们，在正式开车之前，咱们还是照例不能免俗，先来一个第一视角沉浸式了解一下这台车身上的一些基础功能吧。看完之后四舍五入，等于大家也都开过992 GT3 Cup 了。咱们先从外观先说起来，这台车呢，它是用的 4.0 的水平对置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马力是510匹，最大扭矩是470牛米。然后这个车的重量是1260公斤。前面的这个前唇，这个前唇是一个简易式的，就是直接手动就可以塞进去，这样是为了方便赛车的时候，如果发生了碰撞，可以非常简单的进行更换和维修。然后 GT3 Cup 这个车呢，它是用的单锁的一个结构。然后这一代的992的 GT3 Cup 呢，它用的是双叉臂的前悬。然后这边呢是 NACA 结构，风从这边进去，然后车内有一个管道。车内的这个管道，这个是为了给驾驶员散热用的。然后这一代的 Cup 赛车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宽体，这让它可以装更宽的轮胎。前轮的宽度是325 660 18，
后轮的宽度是325/70/58，都是325，但是前轮要稍微窄一点点，后轮要宽一点点。然后这个车顶上面有一个开孔，这个开孔不是天窗，是安全逃生的一个口子。那我就希望我这辈子永远不要用到这个东西。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GT3 Cup 的方向盘，这个 HB 是 High Beam， 就是爆闪灯，前面有车挡着你的时候就爆闪它。Radio 车队的通讯，然后 CRK Crank 就是引擎启动， ACK 就是消除故障码的意思。如果你开着的时候车里面有故障码，你就消一次，消完了然后车没什么问题就可以继续开。但如果你消了一次它还有，你就应该进站了。这个 RVS 是倒档的意思，这个是到了 P 区停车的时候需要助力，就摁这个，摁完这个它方向盘就有助力了。然后这个是 Pit 限速，然后这个是 Mark 是当你在场上开车的时候，如果你在某个段落然后感觉到车子有问题，你就摁一下这个 Mark， 然后到时候技师会根据你摁的位置然后去做重点的检查。然后这个 Viper 是那个前面的雨刮器，然后 FCY 是全场黄旗的限速，那按一下这个呢就可以根据当时的那个赛事的速度来进行限速。然后这个 DRK 是 Drink， 就是饮水，你按一下这个就可以喝水了。然后这个 Dis 是切换这个屏幕里面的一些画面，一般是用不上的。然后这左边右边有两个旋钮，这两个旋钮呢，这个旋钮是用来选择这个屏幕里面的一些选项，然后这个旋钮呢是用来确定你选中的那个选项那方向盘上面的东西就讲完了。然后车里面碳纤维的车门，布拉条的拉手，然后这个是快速的开门的按键，按一下就可以直接开了。很多时候车手出车的时候可能会用到拿脚踹就为了快速出车。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刹车比例的调节，然后它是设计在侧面，一般的车设计在正面，但是它设计在侧面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特别直观。你把这个旋钮往前拧的时候，它的刹车比例就靠前，往后倒的时候它就会往后。然后这边写的特别清楚，前面是 front， 后面是 rear， 就是一前一后。当天的试车呢，上午就已经进行了几节，下午除了我之外，恰好还有几个我的好朋友，发条叉、亚里士缺德，他们都来了。他俩都是头一天刚参加完 GT4 比赛的正经 GT 车手，不过 GT3 Cup 他们也都是第一次开。他俩 GT 肯定开得比我好，也比我有钱多了，可以说除了颜值略逊我一筹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短板。那么问题来了，这台车在 4.0 公里长的宁波赛道，有我们这样一群都是第一次来开 GT3 Cup 的业余车手，究竟能跑到多少呢？那因为不同的 GT 比赛呢，会有不同的 BOP 规则，所以最好的参考就是这台车最近参加过的比赛的成绩。而我们这台车呢，在前2天刚完成的 GTSC 比赛的 BOP 规则之下，由正赛车手用新胎做出来的最好成绩是1分55秒647，而我们现在用的是他们正赛用剩下之后的旧胎。那么你们觉得我们有希望能战胜他们吗？发弹幕预测一波。那么接下来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下午的第一节由发条叉先出车。不过发条叉这个货头天夜里吃坏了肚子，窜稀窜得他腿都软了，踩离合都费劲儿，光起步就熄火了好几次，好不容易起步成功，结果还没开2圈，估计钩子有点夹不住了。维修区里刷子冲进 P 房，换他队友亚里士缺德接棒。坏消息是没有飞行圈成绩，好消息是呢，也没有飞翔圈成绩。man，怎么的？拉肚子了？我操呐！第二个出场的车手叫李涵宇，这个网名有点缺德的男人，今年在跑全年的 GT4， 同时还参加了全年的超级联赛。他们车队还强势包揽了超级联赛的年度冠亚军，堪称残暴。他开 GT4 在宁波赛道甚至有过比罗开罗还快的单圈，虽然罗开罗很不服气，说不过是因为自己用的是旧胎而已。而李涵宇在超级联赛开缤瑞，单圈也就只比我快了 0.1 秒而已。我跟罗开罗都是李涵宇的手下败将，四舍五入我跟罗开罗5-5开。而在头一天的宁波 GT4 排位赛里，李涵宇豪取了 AM 组别的杆位，仅仅只是输给了德国来的一个18岁天才车手 Silver 银级大 Pro 而已。那么问题来了，李涵宇究竟能把 GT3 Cup 开到多少呢？
分50，真他妈快啊！他会开，嗯。他会开。最终，李涵宇只开了几圈就推到了1分49秒43，比人家正赛车手快了足足6秒2，堪称残暴。重点是他用的还是旧胎，是那种正赛刷了1个小时之后，当天上午又被其他车手练了好几节的旧胎，简直丧心病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李涵宇开的再快，那也是个付费车手。付费车手跟非付费车手之间，那是有着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的。而今天下午这一堆车手里，只有本堂主练习是不用付费的。哎，相形之下，高下立判呀。那接下来的一节呢，就轮到本堂主上场了。那么问题来了，本堂主究竟能不能战胜付费车手李涵宇呢？发个弹幕预测一波。那么接下来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本堂主第一次开992 GT3 Cup 飞行圈，献丑了。14K 放错了单圈啊，这一圈啊，轮胎还没有热起来，对吧？那么接下来，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本堂主真正的飞行圈，どうぞ。听4.0升9000转自吸的声音。1号弯我刹车很早，尾速才217，正常能到220以上。主要吧，这个第一次摸这个车啊，230万的车价，我等于扛着一套房在跑，所以呢，还是保守一点好。这里出3、4连续弯，我走的线路不对，一直没有办法开全油，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哎，小马力前驱车开多了，就是会有这些毛病啊。带到大马力后驱车上来呢，果然还是不行啊。紧接着进入大海茫茫湾，911的屁股大概占了整车62%的重量，所以这车在推头和甩尾之间来回摇摆。在所有的 GT 里面，911都得算是比较考验驾驶技术的一台了。不过总体来说啊 ，GT 类的车上手难度都不是很高，且因为过于好开，所以会让人非常上头。那开完之后呢，你会有一种回不去的感觉。但凡有钱，你就再也不想开小马力前驱车了。但是本堂主没钱，哎，所以大 GT 呢，体验体验就完了。前方10号弯，重刹一脚就往里丢，轮胎还是太旧了，屁股甩了起来。好处是这个车救车挺容易的，但是坏处是它需要一直救车。这个车就像个倔驴一样，想摁着它的头开，真的有点挺不容易的。这个 Shaking 我其实已经尽可能在避开大路肩了，但是轮子还是不由自主的飞了起来。这种腾空失重在落地砸下来的感觉，会让你突然心脏骤停，呼吸都瞬间停住。反正啊，每次过这边手脚都要忙个不停。山顶的回头弯，这里需要带非常深的循迹刹车，直到出弯一脚油门跺死。从这之后呢，就是一路都是下坡了。前方的 Shaking 我同样没有直接飞过去，而是绕着开，毕竟是白嫖来的嘛，还是稍微爱惜点啊。这里又是一个超级大反打，不过保时捷旧车是真的有趣啊，谈笑间车头又回到正轨了。接下来就是最后的3连发卡弯了，第一弯中线稍微贴左，第2弯尽量贴右，最后一弯呢，争取尽量早点开油，把直线的优势争出来。开完这车呢，反正我只有一个感叹，有钱真好。最终冲线1分51秒99。本堂主的最快成绩最终定格在了1分51秒99，输给了 GT4 车手李涵宇2秒5。我决定收回刚才所有的桀骜不驯，什么付费车手不付费车手的，我最鄙视这种论调了。开得再快，那也是个付费车手。哎，我早就看出来了，李涵宇这小子绝非等闲之辈。当时我就立马找李涵宇要了车载跟 log 数据，研究了起来。研究完之后，我发现在2号弯这儿我就输了1秒多，原因是我把小马力前驱车的驾驶习惯带进来了，导致迟迟开不了全油。这儿只要稍微改善一下，1秒多的空间就出来了。另外呢，就是我的刹车点实在是太早了，刹车力度太轻了，中间还失误，方向盘大反打了一次，又丢了不少时间啊。说白了，也就是只在油门、刹车、转向上面都输了一点点而已。这个看完 log 对比之后，我觉得我又行了，于是我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我要自费15000再买一节练习，必须把李涵宇的成绩给他刷下去。车手之间的地位都是靠实力争来的，今天我要是不从裤裆里掏出点绝活来，以后就很难再赢得他的尊重了。
后呢就出意外了。谁能想到一节30分钟的练习居然能出2次红旗呢？一台 Supra GT4 摆臂断了，停在路边引发了红旗。我回到维修区里面干等着，好不容易等 Supra 拖回来了，我刚出去又碰上另外一台我们610车队自家的718 GT4 RS Club Sports 又爆胎了，停在了路边又引发了红旗。我只能再次回到维修区里等着，然后呢这一节就这样结束了，15000就这样飞了。现在大家知道为啥开 GT 这么烧钱了吧？一节练习就15000，碰上红旗黄旗只能自认倒霉，车队不可能一直能有旧胎无限供应，旧胎没了或者想出成绩就得买新胎，一套新胎也不贵，2万多，但是最多2-3节就彻底没了。练习但凡稍微勤快一点点，一天10几万眨眼就没了。那 GT 赛车呢也特别能放大车手跟车手之间的差距。以我们举例来说啊，在开小马力前驱赛车的时候，哪怕是再 pro 的老外世界冠军车手，极限单圈也就只能比我们快0点几秒，撑死1秒顶天了。但是一旦上到大 GT， 差距会有多大呢？我来给大家列一组数据。当年2021年的保时捷 PCCA 统规赛比的就是992 GT3 Cup 这台车，国内最猛的这群大 pro 车手在宁波赛道排位赛中最好的成绩是1分44秒6，比李涵宇快了4秒8，比我快了7秒3，非常非常之离谱。虽然他们当年比赛用的轮胎啊是米其林专门给保时捷 Cup 统规赛做的 N3R 定制胎，而我们用的只是倍耐力的 DHF 硬胎，他们用的是新胎，我们是旧胎。但是我的这个成绩呢，差距还是有点大，有点丢人现眼了。李涵宇那个成绩其实还行，第一次开在轮胎有巨大差异的情况下，跟 Pro 之间的差距只有4秒多，真没输太多了。但凡能让他多练练，前途不可限量。不过我也必须要指出来的是，当年这帮大 Pro 开的992 GT3 Cup 一律都是没有 ABS 跟 TC 的，真的是纯靠车手的硬实力、硬桥硬马拼出来的。而我们俩开的这台992 GT3 Cup 呢，是选装了 ABS 跟 TC 的，这其中驾驶的难易程度区别，确实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反正呢，看完了这组数据对比之后，我决定收回头一天所有的桀骜不驯，以及对所有大 Pro 车手们所有的不敬。我决定对他们致以最诚挚的 respect。 GT 说白了不就是马力大一点的86吗？叶红利、罗开罗他们能把 GT 开快，我为什么不能？我就不信他们有3头6臂。那以上这一期呢，就是关于992 GT3 Cup 赛车的全部内容了。那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